几块钱的维生素 B2 竟是高血压的克星，提醒还有助于改善性生活。高血压患者可能会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了降低血压，不得不使用降压药。而降压药本身价格不便宜不说，不同的血压分类还必须得使用不同的药品。哪怕有着专业医师指导，心里也难免犯糊涂。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取代降压药且成本非常便宜呢？近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几块钱的维生素 B2 能够取代传统降压药，成为高血压的克星，不少高血压患者闻之跃跃欲试。问题随之而来，维生素 B2 究竟何方神圣？几块钱的成本真的能取代传统降压药，达到降压药的效果吗？优点众多，再加一分。维生素 B2 是维生素家族 B 族中的一种，它还有另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核黄素，是人体两种辅酶黄素单核苷酸以及黄素腺嘌呤2核苷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两种酶在人体生长发育、能量代谢、抗体制造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如果人体缺乏核黄素摄入，会出现一系列缺乏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嘴唇干裂、舌头发红疼痛、脱发等。严重的还会导致肝脏和神经系统退化。对于孕妇而言，核黄素的缺乏会使得胎儿出现先天性心脏与肢体的畸形。对于成年男性，有研究表明核黄素的缺乏会使人体腔道黏膜层出现问题，造成黏膜病变，进而引发性欲减退、性冷淡。既然缺少核黄素有如此多的缺点，那么反过来思考，补充核黄素也就有着许许多多的优点。预防脱发、预防嘴唇干裂、预防胎儿畸形，甚至改善性生活等等。也因此，截至2024年，已经有超过57个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立法要求往面粉中加入核黄素或者核黄素衍生物黄素单核苷酸钠。比如印度麦达面粉和阿塔面粉当中就含有4毫克每千克的核黄素。网络上关于维生素 B2 有降压效果的说法，其实来源于一则由南方医科大学研究团队主导的研究。该研究发表在 Hypertension 医学杂志上。该杂志创建于1979年，在周围血管疾病领域相当知名，能被此杂志收录，说明研究确有可取之处。具体来看，该研究团队通过对 1.2 万余名志愿者做长达7、8年的随访调查，根据他们1周内3天的饮食情况，计算出志愿者日常饮食中维生素 B2 摄入总量，再结合志愿者高血压、年龄、性别等因素计算出维生素 B2 与新发高血压的关系。听起来或许比较拗口，大家注重结论就好。结果便是研究团队发现核黄素摄入量与新发高血压呈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核黄素摄入越低，患高血压的概率就越高，核黄素摄入越高，患高血压的概率也就越低。可见相对较高的核黄素摄入量对预防高血压是有好处的。维生素 B2 早已被证明对人体有多种益处，如今南方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又证明了它对预防高血压有奇效，填补了一项医学研究空缺，维生素 B2 功效也再加1分。从该研究团队的实验出发，维生素 B2 似乎还真是高血压的克星。看来网络上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存在一定道理。不能代替，谨遵医嘱。看到这里，相信不少高血压患者已经忍不住打开电商平台下单了。几块钱的维生素 B2 能够对抗高血压，还要什么专门的降压药物？这简直是经济一般的高血压患者闻之落泪的福音。不过在这里要给大家泼一瓢冷水，虽然有专业研究做背书，但目前来看，专业降压药的地位仍旧无可撼动，维生素 B2 并不能代替降压药。一方面，该研究样本量太小，在统计学上无法具备指导意义。通过查询医学数据库，可以发现该论文摘要当中明确指出，受试者是12245名中国人，1万多人的样本量看起来很多，但放在中国14亿人口大环境下，如同九牛一毛。因此可以说这项研究有创新性、启发性，但要论指导意义，显然还有不少进步空间。另一方面，该研究过于宏观，结论也只表明核黄素摄入量与新发高血压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负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核黄素能直接降低高血压。拿蛋白质来举例，目前医学界对于蛋白质的了解非常透彻，蛋白质能够作用于人体，维持人体各项生理机能动态平衡。
之所以能得到这项结论，是因为人们发现，蛋白质进入人体之后，会被小肠腔消化水解为氨基酸或2到3个氨基酸小肽，接着通过肠黏膜细胞吸收进入肝门静脉，最后抵达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为各项器官组织所用。这是蛋白质的分解过程，随后蛋白质还会参与各种合成过程，就比如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而氨基酸会被进一步脱去氨基，转化成酮酸，再经氨基化生成非必需氨基酸，最终变成碳水化合物，以此来为人体功能。学界在了解完蛋白质的分解与蛋白质的转化具体细节之后，才能信誓旦旦地指出，蛋白质具有维持人体各项生理机能动态平衡的能力。而前面所说的医学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式便是对志愿者进行随访调查，调查也仅限于沟通交流。所以最终哪怕得出结论维生素 B2 摄入和高血压形成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只是高屋建瓴，过于宏观。传统降压药经历过时间的检验，第一个有效降压药博安奎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广为人所知，临床上又有数不清的真实案例可循。相比之下，该维生素 B2 的降压效果研究发布于2020年12月，就犹如新生儿，未来能长成什么样，只有天知道。除非将来有细致入微到如蛋白质一般，精确参与各项人体生理反应的维生素 B2 研究出现，否则讨论用维生素 B2 取代传统降压药还为时过早。3. 与其痛苦，预防为主。其实，与其等到患上高血压之后，再去纠结降压药和维生素 B2 哪个更好，不如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中提前做好预防。只要不患上高血压，生活不就少了很多烦恼吗？因此，在这里给到大家关于预防高血压的5项建议。首先是减少盐分摄入。高血压的主要诱因是遗传因素，除此之外便是盐分摄入。人体内部时时刻刻存在代谢反应，大部分反应的发生均需要稳定的渗透压为前提，而高盐的摄入会影响体内钠离子含量，进而改变渗透压，增加血管储水能力。血管中的水分变多之后，血压自然就会升高。此外，学界还发现，长期高盐饮食习惯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平衡，导致乳酸杆菌产生的吲哚3碱乳酸减少。所以，不论是出于降低血压的需求，还是平衡肠道微生物群的需求，减少盐分摄入都是绝佳的选择。其次是平衡膳食。在人体肠道当中，有一种能影响血压变化的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名为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和血压存在负相关关系，它越多，血压就越低。而短链脂肪酸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为了人体能够多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降低血压，我们应当多摄入膳食纤维。常见的膳食纤维包括全谷物、豆类、蔬菜等等。由于短链脂肪酸是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所以肠道菌群数量太少也不行。饮食上需要额外摄入益生元，以促进有益菌群的生长。常见的富含益生元的食物包括大蒜、香蕉、韭葱等等。一些发酵食品，诸如酸菜、泡菜、纳豆等，多吃能够维持肠道菌群数量，也能保障短链脂肪酸的生成。接着是降低体重。人的体重一旦上升，很多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其中就包括血压增高。肥胖者皮下脂肪较多，会使得毛细血管不断扩充，血容量整体增高，心脏输出功率要求也更大。相比起较瘦者而言，肥胖者每分钟排入血管的血量会更多，血压自然水涨船高。再加上肥胖者饮食摄入量往往更大，吃得越多，胰岛素水平也就越高。胰岛素的分泌会刺激交感神经功能，血管会随之收缩，在血液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血管收缩，血压自然会上升。也因此，肥胖者通常会伴随一定程度的高血压。如果想要降低血压，最直接的办法便是降低体重，然后是戒烟戒酒。高血压和烟酒的关系不浅，特别是抽烟。抽烟容易导致外周血管内膜受损，从而损伤血管收缩功能。当血管不能正常收缩时，在血量不变的基础上，血压自然会上升。酒精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后是减轻精神压力。有研究表明，如果精神压力过大，身体会释放大量激素，这些激素会引发心跳加快和血管收缩，从而引发血压的升高。虽然目前对精神压力过大会不会引发长期血压升高还不清楚，
但为保险起见，大家还是尽可能保持心情轻松愉快，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精神压力。结语：面对疾病最好的办法便是不患疾病。与其等到患上高血压再考虑各种降压问题，不如提前做好预防。如果预防失败仍旧患上高血压，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要听医生的话，严格服用降压药，千万不要听信网上各种能替代降压药的说法，万一引发严重后果，可就后悔莫及了。